大家好，我戴镜拿着话筒的拉斯加偏偏。最近评论和私信总有人提一部剧《江照黎明》，正好我看完开端以后闹剧荒，难得有一部质量还不错的国产悬疑剧播出，那必须来给大家盘一盘啊！话不多说，咱们这就开聊。已婚妇女李小楠是位房产中介，白天的她辛勤工作，精心服务每一个客户 ，KPI 考核，常年霸榜劳动标兵。下班之后还要去夜市摆摊卖炒面，凭借自己的厨艺补贴家用，为自己的买房梦想攒钱。比起勤奋刻苦、比偏偏还要干的小楠，她的丈夫苏瑞在事业方面不算出挑，虽然对外也号称叫总，但苏瑞其实是靠裙带关系，在小楠姐夫的公司里混了个差事。好在苏瑞在邻里间的口碑还不错，大家都很羡慕小楠能找到一个如此体贴的好老公。所以尽管小楠家开的是3手车，住的是廉租房，穿的是地摊货，偶尔还要为不富裕的生活紧皱眉头，但夫妻携手揽万，在外人看来也算琴瑟和鸣。最近几天，小楠在房产公司收了个2手房源，是套户型很不错的江景房。因为房主着急出手，加上小楠有理有据的砍价，这套房子比市场价低了足足30万。正所谓近水楼台有奶吃，小楠打算自己买下这套房子，并且已经给房主付了定金。结果在跟老公商量交首付的时候，苏瑞却突然暴起，埋怨这么大的事儿小楠都不跟自己商量。但小楠却表示首付的钱他自己凑，不需要苏瑞管。苏瑞无话可说，郁闷的下楼抽烟。等再回到家，发现门板上被涂满了催债的红油漆。趁媳妇儿已经入睡，他赶紧偷摸给清理掉了。原来苏瑞欠了一大笔高利贷没有还，所以听到小楠要买房才当场急眼。至于这笔债务是怎么来的，咱们暂且按下不表。一夜无话，次日天明，苏瑞像往常一样送小楠上班，并表示愿意跟小楠一起凑首付。临走的时候还递给老婆一瓶牛奶。小楠的表情虽然有些复杂，但也没说什么。而眼前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一位墨镜女看在了眼里。墨镜女和苏瑞对视片刻，还让苏瑞使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看来这俩人的关系不一般。此人叫于红，也是小楠的同事。虽然业绩常年倒数，却一直被老板当祖宗供着。原因也很简单，于红是个普普通通的拆二代，家里的拆迁房不多，加一块也就2000平。拆二代干房产中介，那就相当于带的进组了，自然会被领导高看一眼。眼瞅着到了下班时间，小楠抓紧带上装备，赶赴夜市出摊。老公苏瑞也来帮忙。正忙着呢，放高利贷的虎哥带了一群混混前来，故意要找茬。这才几天不见，骑了山就曾借高利贷的变成了放高利贷的。小楠见老公要挨揍，连忙赔礼道歉，并表示要免掉虎哥的饭钱。这么看来，小楠也并不是对丈夫欠钱的事一无所知。苏瑞回家之后就一直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之后，突然拿起了小楠的手机，并且还透露了小楠的指纹。录完之后还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坏笑。这苏瑞又在做什么妖呢？来，先按下，一会儿再表。时间来到凌晨2点半，正熟睡的小楠突然呼吸困难，看症状应该是哮喘犯了。苏瑞贴心的递来喷雾，里面却是空的，他便转身去客厅找药。小楠挣扎着起身，狂翻抽屉，但是找到了一个空瓶子。不一会儿，小楠已经开始意识模糊，在即将昏迷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装药的盒子。前文书咱们说过，小楠最近要买房，但碍于囊中羞涩，只好去找娘家借钱。结果刚一开口，就被亲妈臭骂一顿。2口子买房，首付需要小楠自己掏，找这么个废物老公留着过年嘛。母亲越说越上头，又提起了小楠去世的姐姐。前面咱们也提过，苏瑞是靠小楠姐夫这层裙带关系才有了现在的工作。俩女婿这一对比，丈母娘自然看苏瑞不顺眼。借钱碰了钉子，小楠有些沮丧。奶奶悄悄找到了他，见奶奶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小楠心里五味杂陈。娘家人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有事他们是真上。借钱这个小插曲之后，小楠又赶回工位。这时，一只野生的大锤突然来到小楠的公司，还点名要小楠接待。大锤自我介绍，说自己叫王成，有间次卧要出租，请小楠去他那看房，有饭可掐。小楠自然是欣然答应，但王成来得太急，为了不耽误其他业务，也为了省点打车钱，小楠决定找老公苏瑞借车。苏瑞当即送车上门，让小楠载着王成看房去。路上，小楠突然感觉面前的王成很眼熟，我觉得这很正常，不会真的有人没看过《万没想到》吧？一番判断之下才知道，原来小楠和王成是同一所高中的同级校友。王成还告诉小楠，他在高考前曾经帮过自己。可能小楠在追问的时候，王成便支支吾吾岔开了话题。两人聊着聊着就到了红灯路口，可是小楠怎么踩刹车，车子都没有停下的迹象。汽车如同脱缰的阿拉斯加，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又赶上下坡路，车速是越来越快。眼看到了路的尽头，再不停车指定要出事。轰隆一声巨响，汽车当场报销。好在王成和小楠操作给力，周围又有路人救援，这才保住了小命。苏瑞赶到医院时，对着王成千恩万谢，还客套地说他的药费自己掏了。1700，
拿完钱，王成提醒苏瑞，他的车刹车片坏了。说完便转身出了病房，但王成并没有马上走开，而是神色凝重地盯着小南跟苏瑞。第二天，苏瑞突然托黄牛买了一堆处方药，黄成在交药的时候还特意提醒，这种药千万不能过量服用，否则会出大麻烦。因为小南出了车祸，他妈只能过来照顾，老人家见女儿都成这样了，免不了要数落这个不靠谱的女婿。结果正巧被刚才叫的苏瑞撞见了，苏瑞表现得有点不耐烦，倒也没说什么。送走岳母之后，苏瑞打算给行动不便的小南洗个澡，可小南却一直瑟瑟发抖。原来小南特别怕水，哪怕洗澡的时候都会感到浑身不适。好歹挨过了洗澡，苏瑞又给他热了一杯牛奶，没等小南喝呢，杯子就莫名碎了一地。要说小南这几天也是点儿背，犯病找不到药，开车刹不住车，喝个奶都能摔个杯子，就这破运气，拉姆看了都得心疼。这时电视上正在播放小孩坠江溺亡的新闻，而明天刚巧是小南姐姐的忌日，按照惯例，小南跟苏瑞都会去江边给姐姐烧香祭祀。看来姐姐是死在了江边，那小南怕水会不会和姐姐的死有关呢？第二天一早，苏瑞独自来到江边，非常仔细地询问了江防志愿者的布置。与此同时，许久不见的虎哥也收到了苏瑞的短信，短信指示虎哥晚上9点1刻到江边收账。各种要素堆叠在一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时间来到晚上，苏瑞带着小南来江边烧纸，正烧到一半，暴雨不期而至，而苏瑞也走到了小南身后。小南被苏瑞一把推进江中，而过去3天的真相也在闪回中慢慢显露出来。前面我提到，小南在3天之内接连遭遇不幸，其实都是苏瑞所为。他的哮喘喷雾是苏瑞藏的，他出车祸是苏瑞弄坏了刹车片，他不小心打翻的那杯牛奶里面被下了足以致命的处方药。以上桩桩件件都是苏瑞做局，打算杀掉小南，再伪装成意外。他早就用小南的手机买了一份大额保险，并把自己设置成了受益人。只要想办法不动声色地杀掉小南，不仅能还上赌债，搞不好还能再赚一笔。所以说，不是小南运气不好，全是老公在背后作妖。那被推下江的小南到底是生是死呢？第二天一早，一位发誓绝不空军的钓鱼佬来到江边，果然发现了被冲撞江滩的尸体。反转又来了，这具尸体居然不是小南的，而是她的老公苏瑞。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表明，苏瑞并非淹死的，而是被人用钝器击打后脑。换句话说，昨晚苏瑞被人谋杀了。凶手会是谁呢？此时导演故意给出了几位嫌疑人，首先是小南的母亲黄慧兰，以及他的追求者老麦，二人正在擦洗车上的泥沙。昨晚黄慧兰给小南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所以曾经外出过，还跟老麦借了车。他们相继看向镜头。紧接着是小南的同事于红，他似乎和苏瑞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再来是放高利贷的虎哥，前面提过，他昨晚和苏瑞通过短信约好了要在江边见面。然后就是小南一直没露面的姐夫，小南姐姐之死或许和他脱不了干系。最后就是王成，这一墙的性的照片让我梦回韩剧《窥探》。王成似乎正在偷偷调查李小南夫妇。上次虎哥找茬时，他就在附近的摊位，后来现身，恐怕不仅仅是想租房这么简单。他究竟有何目的？除了这几个人，李小南自己的嫌疑也很大。难道她早就看破了丈夫杀妻骗保的奸计，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极限反杀？欲知后事如何，本期视频点赞进度条还早着呢啊，咱们接往下看。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乱石堆里还发现了一部手机。负责本案的陈警官带着助手阿强，第一时间开始联系死者苏瑞的直系亲属。特别怕水的小南，昨天明明被苏瑞扔进了水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的出现在了娘家。警方请小南去确认死者的身份，顺便做一下相关问询。一开始小南照常回答，无非是两口子给姐姐烧纸那一套，并没有说出自己被老公推下江的事。当被问到她为什么独自回娘家，老公整宿没回来，她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打？小南表示，苏瑞是接了朋友的电话要出去一趟，所以他才按照以往的习惯，在姐姐忌日这天回了娘家。没打电话是因为烧完纸以后，他的手机就丢了，也就是警方后来找到的那一部。但疑点又来了，这个手机是在码头下游发现的，距离小南说的烧纸地点还有一段距离。于是陈警官接着问他们夫妻感情如何。小南一听，突然变了脸。小南越说越激动，陈警官见状也不好再问什么，暂且放他回家。既然他说苏瑞是接了电话走的，那就调查一下苏瑞的通话记录。这一查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跟苏瑞高频通话，甚至案发当晚两人还曾通过电话。这个人就是小南的同事于红。陈警官和阿强马上赶往小南公司找于红。不巧，于红刚刚开始离开，他在路上接到了同事的电话，听说有警察找自己，立马吓得一脚油门往家赶。从这里的镜头咱们可以注意到，他的脖子上似乎有什么痕迹，要么是吻痕，要么是和别人争执扭打时造成的抓伤。
回家之后，于红神色慌张地找出一件衣服，上面还有血迹。苏瑞就是被人用钝器打死的，所以于红的嫌疑非常大。等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件神秘的血衣已经被于红丢进了垃圾桶，于红则被陈警官带回局里配合调查。苏瑞当时应该是骗了小南，他并没有接到电话，而是给于红打过电话。两人最近这段时间隔三差五去通话一次。于红一开始还狡辩，说是自己家房子装修，想找苏瑞买建材。直到阿强带来了新的证据，一份苏瑞和于红的开房记录，还有一张酒店的监控截图，算是两人偷情的铁证。于红干脆大方承认，老娘就是小三儿，而且案发当晚他们就开了房。不过这次苏瑞并没去他们常去的五月花宾馆，而是跑到了离江边不远的嘉陵宾馆。血正正官的于红也没在意，当晚二人激战一番。可等于红再次醒来的时候，苏瑞已经不见了踪影。再到了白天，就传来了苏瑞的死讯。得到线索之后，陈警官跟阿强赶往嘉陵宾馆。此地距离小南烧纸的地方只有1.5公里。宾馆的监控证实，于红当晚6点左右确实到店开了房，且至今都还没退房。咱们自然可以认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导致于红退房都来不及退？警察还想查看二人离开的监控，却被店员告知，当晚8点02分，摄像头坏了，而他们住过的房子也早就被保洁打扫干净。此时有个酒店工作人员过来告到前台，说后门有一个垃圾桶不见了，这里肯定是一个伏笔，大家记一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南也回到了自家的出租屋，刚到家就看见大门上贴满了死人债活人偿的传单，甭问，肯定是虎哥干的。再开门一看，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这个地方大家也要做一下笔记，这屋子是不是催泪的虎哥翻乱的，还真不一定。遭此突变，李小南终于绷不住了，看着两口子的结婚照痛哭起来。这眼泪中有几分是悲伤，有几分是后悔，又有几分是解脱，目前还不得而知。次日，李小南被敲门声惊醒，一开门就挨了一个嘴巴子，来者正是苏瑞的父母。苏妈一套左岸输出，带封建迷信，大骂李小南命令克夫克父克姐姐。这里交代了李小南父亲和姐姐的死因，喝酒怎么喝死的不知道，但是姐姐的死因应该是车祸。苏妈嚷嚷着家里断了后，必须要让李小南负责，说着就要拖他去警局。正巧陈警官和阿强也来找小南，当着陈警官的面，苏妈还想阴阳怪气，指责小南不知好歹，总是给苏瑞脸色看。结果陈警官开场就是要王炸。前脚还在吐槽小南不忠的苏妈，一听到儿子居然在外偷人，被噎了个哑口无言。不过这毕竟是家事，陈警官也没有多问，只是带走了苏瑞的电脑。听说苏瑞有用电脑登录微信的习惯，说不定上面有一些重要线索。送走陈警官后，小南突然来到保险公司，并掏出了一张价值100万的保单，被保人正是苏瑞。小南居然也给苏瑞买了保险，这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姐说过的，在糟糕的日子里，那里打算杀掉对方，再骗取保净的夫妻。难道小南也是处心积虑，打算杀夫骗保吗？保险公司表示，在事故原因确定之前，暂时不能办理理赔。小南正要走，却被苏妈堵个正着。他认定小南一定是想骗保，才害死了自己儿子，当即在大堂闹了起来。小南这次也不惯着他，直接把苏瑞借高利贷的事捅了出来，顺便给虎哥打了个电话，让他找苏妈要钱去。苏妈一听，当场川剧变脸。苏瑞欠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小南也不管风中凌乱的婆婆，径自回了公司补假条。别忘了，于红是小南的同事，还不等小南发作，做贼心虚的于红自己先吵吵起来。熟知二人八卦的同事们也在一旁拱火说风凉话。于红恼羞成怒，当场辞职，收拾东西走了。等于红到家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带回来一个小南的文件夹，而里面竟然夹着一张五月花宾馆经理的名片。没错，就是苏瑞跟他偷情常去的那家。于红意识到里面有诈，转头就去宾馆找经理对质。经理一开始坚决否认，于红早有准备。见于红如此虔诚，经理告诉于红，3个月前确实有人花钱买了他俩偷情的证据，而这位神秘的买家正是李小南。也就是说，至少在3个月前，小南就已经知道苏瑞和于红搞在了一起。不过事情可没这么简单，苏瑞出轨于红，其实就是小南下了一盘大棋。前文我们说过，苏瑞每天都要接送小南上下班，小南就借外出看房为由，给苏瑞和于红创造见面机会。要个一般正经人，这事也成不了。可别忘了，苏瑞看似人畜无害，内心深处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而小南肯定也清楚自己同事是什么货色，一来二去，二人就勾搭成奸。小南则躲在暗处，一直观察这对狗男女。不过问题来了，看小南的样子，也不像有什么奇怪的爱好，他为什么要引诱丈夫出轨呢？甚至还能忍受几个月不发作？这里咱们也只能先按下不表了。现在苏瑞死了，要忙后事，还要应付虎哥的逼债，小南只好退掉了原来租住的房子，赶紧去夜市里摆摊赚钱。结果头天出摊，阴魂不散的虎哥又来了，可能是被苏瑞耍了太多次。这次的虎哥十分暴躁，只给小南2天时间，还放下狠话，不管卖房子还是卖身子，2天之内必须还钱。就在虎哥逼债的时候，下线酗酒的王成又一次出现在夜市的角落。
并一直尾行小南收单回家，似乎有意没有现身。另一边，陈警官也破解了苏瑞的电脑，并登上了他的微信。结果一看聊天记录，全是大瓜。苏瑞，我告诉你，我怀孕了。我怀孕了。没想到于红居然怀孕了。到此为止，借高利贷、出轨、杀妻骗保，还让小三怀孕，苏瑞还真是坏事做尽，自有余辜。那已经怀孕的于红现在怎么样了呢？她流产了。前面我说过，于红似乎跟苏瑞动过手，加上最近几天糟心事太多，于红的孩子就没保住。独自去医院做完手术的她，看着街上玩闹的儿童，又想起苏瑞曾经的承诺，心里百感交集。她决心要报复，报复谁呢？李小南。眼瞅着到了苏瑞的葬礼，双方的亲朋好友，包括小南的大忙人姐夫，以及打算探听情况的陈警官都来了。此时，一身红色的于红冲了进来，葬礼穿红，多少有点犯忌讳。他明显就是来找茬的。小三不仅扇了原配的耳光，还把小南雇人偷拍苏瑞出轨的照片哗啦啦扬了一地。他的意思就是李小南3个月前就知道自己老公出轨了，却一直默不作声，肯定没安好心，人说不定就是他杀的。小南的母亲黄慧兰实在看不下去了。此话一出，震惊了警察之外的所有人，特别是一直对苏家绝后、耿耿于怀的苏妈，当场破防大骂儿媳妇。黄慧兰越听越火大，米二的偷人人赃并获，还敢指责我女儿不好，哪来的脸搁这大言不惭？于红却骂黄慧兰命硬，克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大女儿，李小南肯定也活不长。好家伙，我都怀疑于红是苏瑞他妈亲生的。几句话一呛，好好的灵堂直接成了全武行，只有小南站在一旁头皮发麻。于红这一闹倒是点醒了陈警官，既然小南早就知道苏瑞出轨了，却始终保持镇定，哪怕被警方问询都守口如瓶，里面肯定有猫腻。陈警官先以个人身份去小南的面摊旁敲侧击，小南的回答堪称滴水不漏。他说知道自己的另一半出轨，有的人会默默忍受勉强维系，有的人会揭穿真相玉石俱焚，他只是选了一条更容易的路。虽然没拿到什么详细的情报，但从李小南过于镇定的状态，陈警官还是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他当即调转方向，开始重点排查李小南的社会关系。这一查果然有了新线索。陈警官从他的病历本里看到，小南疑似遭遇过家暴。医生说当时是小南和苏瑞一起来了医院。按苏瑞的说法，小南身上的伤是摔跤导致，而小南却一言不发。但医生基本能断定他就是被人打的。所有的疑点现在全部落在小南身上。他这会儿日子并不好过，一转眼2年的期限到了。虎哥这次直接堵在了小南回家的路上，还对他动了粗。得亏从旁路过的王成恰巧看见，又恰巧制止，这才救下了小南。感激之余，小南也跟王成聊起了家常。王成又提起自己有间次卧要出租，问小南有没有兴趣。小南不置可否的回了家。不过现在他也清楚，手眼通天的虎哥肯定知道自己住哪，如果再住娘家，可能会对家里的老人不利。再三权衡之后，他决定搬走，找了个便宜的单间暂时落脚。小南刚搬完家，陈警官便找到了他。这次问询搬到了审讯室，陈警官开门见山问起了苏瑞家暴的事，也许是被问到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小南的表情有些复杂。在陈警官的追问之下，他终于揭开了夫妻2人不堪回首的陈年往事。当年他被穷小的苏瑞老实人的外表所迷惑，以为他踏实肯干，未来可期。可婚后才发现，苏瑞不仅眼高手低，一肚子歪门邪道，而且还沉迷网络赌博，老赌狗都是什么烂货，小南心里也清楚。但他依然对苏瑞有那么一点信任，哪怕在得知苏瑞欠了高利贷，也还是筹了4万块钱，想去帮苏瑞还债。可苏瑞光借的本金就有几十万，4万块钱连利息都不够。更让小南破防的是，虎哥播放了苏瑞借钱时的录音，录音打碎了小南最后的一丝幻想，夫妻2人的矛盾也逐渐升级。终于在一次苏瑞向小南讨要存折时，矛盾彻底爆发了。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引起生理不适，请大家酌情观看。快进之前也可以把渣男2个字糊在这个混蛋的脸上。苏瑞图穷匕现，小南在极度恐惧之下提出了离婚。没想到这2字彻底点燃了这头禽兽。直到小南认错，苏瑞才停止行凶，又光速变脸，开始安慰小南。看到这里，让我想起了童年阴影《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安家和。小南，你坚持一下，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啊。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啥有那么多受害女性遭遇家暴，选择了默默忍受。李小南的一番话，应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也许是对苏瑞彻底失望，小南决定纵容苏瑞出轨，再伺机跟他离婚，脱离苦海。不过这次问询中，小南依然坚持否认自己杀死了苏瑞。不过倒是给陈警官一个提示，也许可以去查一查天天逼债的虎哥。他心里或多或少应该也是抱着一种为自己除掉一个麻烦的心态。本着有早没早打3个的原则，陈警官带着阿强来到了虎哥的麻将屋。放高利贷本来就是违法的勾当，加上又跟死鬼苏瑞有点关系，刚听到警察要来，虎哥就走后门打车撞了。但陈警官早就预判了虎哥的预判，他根据车上信息找到了虎哥的车，并且从车上泥沙的土质怀疑他在案发当晚去过江边。等等，车上的泥沙
前面有镜头给到李小楠的母亲黄慧兰曾经在案发当晚向老麦借过一辆白色面包车，后来俩人还清理过车上的泥沙。难道说这俩人当晚也去过江边？他妈的事儿先一放，还是抓虎哥要紧。警方提前封锁了全城的收费站，几乎没怎么用力，虎哥就倒了。刚进局子的虎哥还振振有词：虽然我开麻将房放高利贷这样打手，但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结果话没说两句，陈警官直接放了虎哥小弟的审讯录像。看到保密意识如此强的小弟，虎哥也只好坦白从宽。前文我们提过，虎哥在案发当天收到过苏瑞的短信，约他在江边拿钱。可能虎哥冒雨来了江边，苏瑞却表示：一，我没有发短信；二，虽然我马上就要有钱了，但是我现在没钱。自觉被甩的虎哥和小弟打了苏瑞，又一脚把他踹进了江里，钝器击打沉江，这都很符合苏瑞的死法。所以说，凶手就是虎哥嘛。按照虎哥后续的交代，苏瑞其实会游泳，他还特意确认过苏瑞并没有沉江。不管怎么样，放贷、群殴、搞社团，3样罪名凑一块，多管虎哥一会儿问题不大。陈警官也不着急，马上问出结果。不过苏瑞在案发当晚又要跟小南烧纸，又要跟于红偷情，业务如此繁忙，为什么还要约虎哥呢？而且苏瑞还钱的资本来了他杀妻骗保的赔偿金，他刚杀完小南，也不可能马上兑付保金。唯一的可能，短信根本就不是苏瑞发的，而是由小南一手操作。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说回小南这边，前文书提到，小南为了不连累家人，选择从年家搬走。结果神通广大的虎哥还是找到了小南的新家，如前一次那样，在出租屋外贴了一墙的名人字画。为此，刚落下脚的小南马上就被房东赶走了。万般无奈之下，小南只得投奔王成，王成也热情地接待了他。小南的行李不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苏瑞养过的一只变色龙。王成觉得这种冷血动物是培养不出感情的。这里一语双关，冷血动物变色龙自然指的是他的模范老公苏瑞，也能听出李小南多少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过他提到冷血动物太多了，说明他遇到的冷血动物不止苏瑞这一只，还有谁是呢？这个疑问恐怕要留到后面才能解答了。就在我以为剧情会滑向纯情房东撬房客的情感线时，王成居然趁小南不在家，偷偷进了小南的卧室，并拿走了他的电脑。王成找到一个懂技术的朋友，破解了小南电脑的密码。果然，王成像痴汉一样跟踪接近小南，也是另有所图。很快，小南的电脑被破解，王成和朋友一个个翻看小南的文件夹，里面大多数都是些房源菜谱之类的东西，这倒是很符合小南的工作属性。还有一些日常的收据、发票之类，说明小南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但电脑里居然有一个隐藏文件，却没有设置密码。文件似乎是一段视频，虽然镜头中并没有展现视频内容，但看王成严肃的表情，这个视频肯定不简单。看完视频之后，王成赶在小南出现之前回了家，跟小南一起过上了短暂而平静的二人世界。小南生活逐渐稳定，另一位嫌疑人于红的生活那可真是一团乱麻。见到于红的时候，我说过他家是个拆迁户，光回迁房就有2000多平。但这么多房子却跟于红没啥关系。于爸是个重男轻女的老封建，打算把所有的房子都留给于红的弟弟。即便于红现在住的这栋位置极差的铁井房，他也只有使用权。如今于红当小三儿，还可能害死苏瑞的事传得满城风雨，多少也影响了正在本地上学的弟弟。等着传位给太子的于爸，当即找到于红一顿臭骂，还叫嚣着要收回房子。情人没了，孩子死了，还被混蛋爹骂了一顿。无依无靠的于红只能跑到苏瑞的坟前借酒浇愁。一杯小酒下肚，于红又回想起了案发当晚的事。彼时于红和苏瑞似乎发生了争执，苏瑞要对于红动手，却被于红打伤。心下过度的于红不敢理会苏瑞的求救，拔腿就跑。等再回到宾馆时，就发现苏瑞已经不见了。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于红那件衣服上的血迹确实是苏瑞的，但于红似乎并没有杀死苏瑞，更没把苏瑞弃尸江中。但惊恐过度又伤心过度的于红觉得可能就是自己误杀了苏瑞，情绪失控的他趁着酒劲儿选择了割腕自杀。而在自杀之前，于红又给小南去了电话，也就是这个电话让小南救下了于红，并把他送去了医院，以德报怨了属于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苏瑞的法医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死亡时间大概是当晚的10点10分左右。而按照虎哥的供词，他9点多确认苏瑞会游泳以后，就离开江边去了烧烤摊。这条供词也得到了烧烤摊员工的证实，因为当晚10点多，摊上发生了一起流氓斗殴，店员还拿手机录了下来。其中一边领头的就是虎哥。既然虎哥有不在场证明，陈警官思前想后，决定先把虎哥放了。可能有人要问，虎哥把治安管理条例翻了个遍，再来个行政拘留，超级加倍，就这么放了，是不是太草率了？这里陈警官也有自己的考虑。目前最大的嫌疑人是小南，而引发小南做局的导火索是苏瑞欠债和虎哥逼债。把虎哥暂且放回去，说不定可以调出小南更多的秘密，即便没啥效果，大不了再抓回来呗。放走了虎哥，陈警官又找到了正在住院的于红，也许是经历过生死，于红这次非常淡定。陈警官也不端着，直接向于红同步了虎哥口中苏瑞的渣男人设。
鉴于对话太长，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于红并不知道苏瑞欠钱的事，两人勾搭成奸是在3个月前，也就是在那之后不久，苏瑞告诉虎哥自己傍上了富婆。苏瑞曾在半个月前的6月13号对于红承诺要跟小南离婚，再扶小三上位。可根据警方调取的开房记录显示，就是在6月13号之后，二人的开房频率明显下降。苏瑞的解释是工作太忙没时间，然而真相却是苏瑞提出要和小南离婚那天，于红无意中透露自己虽然是拆迁户，但是所有的房子都在父亲名下，以后也会留给弟弟，自己1分钱都拿不着。正是得知了这件事，苏瑞才和于红减少了来往。所以苏瑞勾搭于红根本无关爱情，甚至都不是馋他的身子，就是图他家的拆迁房和拆迁款。于红这条线的历史问题基本算是理清了，至少目前看来，他只是小南和苏瑞喜欢上的棋子。可如果苏瑞已经决心抛弃于红，为什么还要在案发当晚特意跑去跟于红幽会？而他们之间发生的那次冲突，起因又是什么呢？这又是另一个谜了。此时李小南来到了姐姐林梦楠的坟前祭典，这一段自白可谓信息量爆炸。看来选错人的不止李小南，他姐夫也不是个好东西。另一边，王成又一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但这次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出现在了郊区的一间紧锁房门的屋子，而这间屋子里还关着一个女孩。到此为止，江少黎明的前8集内容就先讲这么多。总的来说，从这前8集来看，这部剧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复杂的人物设定，比如一面是勤劳肯干，另一面有腹黑指数极高的女主小南，被原生家庭绑架，进而陷入与死渣男孽缘的于红，还有那个至今不露真容的王成。在贯穿本剧的苏瑞被杀案中，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嫌疑，且都有充分的杀人动机。但每当我们认定某个人是凶手时，剧情便峰回路转，把我们的视线引向另一个角色。这种跟着镜头探案的感觉，让我找到了看悬疑片最初的快乐。不过人设好也得靠剧情撑，加上里面的细节多到爆炸，这个从进度条的长度，相信大家就能看出来。前8集我已经删减并线了很多，目前看来不那么重要的情节，还是写到了1万多字。当然，本剧也并非十全十美，细节虽多，但是对于爱看悬疑罪案剧的硬核推理迷来说，又会觉得加拿的感情戏也过多，有点拖慢节奏，就让这部剧原本只有12集，硬拉成了24集。此外，犯罪线丰满流畅的另一面是存在感不高的警方查案线。警方这边全程只有陈警官和阿强2人，却探案手法相对单一，无形之中总让我觉得少了点正邪双方高智商死磕的快感。不过我觉得主线剧情的精彩完全可以弥补这些瑕疵。在第8集的结尾，本剧也留下了一大堆伏笔和钩子，比如片尾被王成囚禁的女孩是谁，王成一直试图接近小南，目的又是什么？所以目前嫌疑最大的小南，他究竟经历了什么？那份价值100万的保单是什么来头？以及目前只露过2面，但网上呼声极高的姐夫，又为什么会被网友联名钦点为 BOSS？ 如果你还想听我为你解答这些疑惑，那咱们就按老规矩，点赞过2000，哪怕这剧烂尾了，咱们也开坑继续说完这部《江照黎明》。拜了个拜。